就在子弹要击中悟空的瞬间，特南克斯跳了出来，将子弹全部消灭了。抵抗军见攻击无效，正打算再次袭击，特南克斯告诉他们他不是黑悟空。大家看到特南克斯回来了，立马对他肃然起敬，还找他签名了。两个战士仔细盯着悟空看，果然长得好像。他们说：“这是你从过去请来的帮手吧？”这一问，特南克斯惊讶了，知道他回到过去的只有母亲和小舞。难道小舞没有被消灭？特南克斯急忙走进了地下室中，小舞果然还活着。特南克斯看到小舞，内心激动不已，跌跌撞撞地跑了过去。他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。悟空和贝吉塔在后面静静地看着。原来这段时间，小舞带领着大家继续和黑悟空抵抗着，但是实力悬殊太大了，死伤无数。小舞打开了幕布，里面是大量受伤的人群。小舞非常伤心难过，怪自己没能保护好大家。大家看到特南克斯又燃起了希望，贝吉塔看着也很欣慰，他走了过去，拿出胶囊，变出大量的食物，大家非常开心。悟空感叹道：“布尔玛好厉害呀！”贝吉塔得意地说道：“那是，她可是我的老婆。”大家准备出发消灭黑悟空，贝吉塔和悟空又开始争了，他俩都看呆了，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最后靠划拳决定。这次悟空输了，特南克斯上前请战，贝吉塔不同意：“你还有那个姑娘需要照顾，如果出现不测，你们赶紧坐时光机回到过去。”两个人顿时脸红了，悟空都吃惊了，贝吉塔竟然还会说这种话。为了吸引黑悟空前来，贝吉塔朝天空发出激光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黑悟空果然找到了他们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贝吉塔不给他说废话，直接变身超蓝。但是黑悟空并未感到任何恐惧，还拍手叫好，不愧是赛亚人。哪想到黑悟空瞬间来到了贝吉塔面前，轻蔑地抬起贝吉塔的下巴，贝吉塔立马躲开了，朝他开始攻击。贝吉塔一拳将黑悟空打飞了，然后不断朝他进攻，打得黑悟空毫无还手之力。特南克斯告诉悟空，根据黑的语气，他应该就是扎马斯。贝吉塔还在对黑悟空进行暴击，黑悟空突然笑了一声，贝吉塔立马后退，而黑悟空走了上来，朝贝吉塔猛踹一脚，将他踢飞在地。贝吉塔起身看着他，只见黑悟空不断提气，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红色。大家惊讶地看着他，超级赛亚人粉红出现了。黑悟空说道：“我终于将孙悟空的力量完全归为己有了。”但是悟空完全不懂他什么意思。他说贝吉塔是热场龙套，这下激怒了贝吉塔，朝他开始攻击。但是贝吉塔的攻击开始对他不起作用了，可以使用气刀一下将贝吉塔的身体击穿了。贝吉塔迅速坠落了下来，悟空变身成超蓝，与黑悟空激战在一起。但是悟空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不一会儿的功夫被击倒在地。黑悟空正准备发射龟派气功消灭他们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，大家都愣了。然后天空出现一道金光，出现一个人，是扎马斯。他站在黑悟空的身边，扎马斯说道：“最后一击交给我。”悟空惊讶地颤抖了。突然出现的扎马斯与黑悟空站在了一起，悟空不敢相信，身为神的扎马斯竟然与黑悟空是同伙。贝吉塔看到气愤不已，但是伤口产生剧痛，晕倒在地了。扎马斯说：“为了正义要消灭人类，悟空怎会让他如愿以偿？”上前进行攻击，两个人激战在一起，悟空不断朝扎马斯进攻。扎马斯说道：“身为小小的人类，竟然对神不敬，你们这样的蝼蚁就该被灭亡。”扎马斯一拳将悟空打到了地面，然后朝悟空发射连续冲击波。悟空刚躲开扎马斯的攻击，黑悟空突然从上方袭击，打得悟空措手不及，还好躲开了他的攻击。两个人站在悟空面前，要将赛亚人蹂躏致死。他们同时朝悟空开始攻击，扎马斯的攻击刚刚躲开，黑悟空的攻击马上跟上了，眼看悟空就要被击中了，突然特南克斯挡住了他的攻击，这武力值飙升啊，将黑悟空都打倒了。悟空也将扎马斯打倒了，两个人背对而战，紧紧盯着他们两个。他们再次分开战斗，与黑悟空打到难舍难分。悟空利用瞬间转移偷袭他，没想到他瞬间躲开了，反而将悟空打倒了，这让悟空惊讶了，我的拿手绝技竟然都会。特南克斯还在攻击着扎马斯，扎马斯躲闪不及，一下被特南克斯击中了，整个身体都被击穿了，但是他得意的将剑拔出，伤口瞬间愈合了。黑悟空看到气愤不已，一下将特南克斯的剑打飞了，要飞下来教训他。悟空阻止了他的攻击，他俩再次激战在一起。特南克斯朝扎马斯发出自己的大绝终极闪光，攻击过后，他们以为扎马斯被消灭了，但是扎马斯完好无损的出现了。扎马斯说道：“拥有不死之身，才配得上我这个高贵的神。”只见黑悟空在后面准备发射龟派气功，悟空叫让特南克斯正准备逃跑，哪想到扎马斯一下将他两个困住了，龟派气功完全打在了他们身上，但是扎马斯完好无损的站着，而他俩却倒在了地上。悟空说：“有不死之身，你这是作弊啊！”两个人升到空中，准备合力将他们消灭掉。这下糟糕了，看着似乎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了。悟空和特南克斯十分不甘心呐，两个人正准备发射，突然出现一个冲击波，一下将他们的气功弹破坏了。原来是贝吉塔利用最后一口气发射的，然后轰然倒下了。再回头看，悟空和特南克斯不见了，而抵抗军悄悄埋伏好了。原来是雅奇罗贝救了他们。
拉着他们走进了地下室中。他们走过去，打算彻底消灭贝吉塔。李刚军发出烟雾弹，两个人被埋没在烟气之中。小五趁机将贝吉塔救走了，骑着摩托车把他带了出来。两个人正在到处搜寻他们的气息。小五设置好时光机，特南克斯十分不舍地看着小五。时光机启动了，将他们带到了过去。时光机站立不稳，摔倒在地，他们三个全都躺在了地上。老吉安神带着扎马斯正在看为争夺超级龙珠举行的格斗比赛。扎马斯知道了超级龙珠的存在，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神物。扎马斯去了祖诺的宅邸，让祖诺告诉他关于龙珠的一切事情。祖诺如和尚念经一般，毫无感情色彩的给扎马斯说着，超级龙珠是由龙神萨拉玛创造第6与第7宇宙加起来总共7颗。祖诺还在说着无关紧要的话，扎马斯不耐烦了，一下从他脖子上划过。祖诺吓得赶紧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。扎马斯说，惹恼了我将你杀死，我是让你说他的用法。祖诺老老实实的告诉他，将散落在2个宇宙的龙珠收集起来，大声说，神龙出来吧，然后他就会出来，实现愿望之后会再次消失。扎马斯再次恐吓祖诺，让他老老实实全部说出来。祖诺说，最近使用过一次，如果想使用要等到1年以后。他将每个龙珠的位置也告诉了扎马斯。扎马斯说，告诉我关于孙悟空的所有事情。祖诺惊讶了，三位痛苦地躺在地上。关尔玛拿出仙豆让他们吃下，全部都苏醒了过来。关尔玛朝他们一顿埋怨，去打仗竟然仙豆都不带。由于出师不利，气氛陷入沉寂之中。他们很是疑惑，你们3个都不是他的对手吗？特南克斯告诉他们，未来的战场上不只有黑悟空，还有扎马斯，他拥有了不死之身。这下大家彻底惊呆了。悟空说道，可以变身成了能量超人的超级赛亚人桃红。悟空是义愤填膺啊，打算再次杀回去。大家极力反对，要从长计议。特南克斯告诉小五，未来的你还活着。大家顿时高兴了。正说着话呢，比鲁斯和维瑟来了，问道悟空在不在？界王神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。3位神坐下来吃着美食，悟空他们走了过来。界王神告诉悟空，祖诺与我联系了，他说有人千里迢迢向他打听超级龙珠和悟空的事情。悟空惊讶了，他是谁呀？比鲁斯说，是扎马斯。画面一转，老界王神正喝茶呢，结果茶没了。他叫扎马斯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。3位神知道了未来发生的事情。比鲁斯奇怪了，扎马斯与黑悟空是2个人，为何气息如此相似？维斯推论说，被传送为天才的扎马斯败给悟空后耿耿于怀，所以向祖诺打听悟空，这表明扎马斯在寻求力量，推行自己所谓的正义。悟空明白了，扎马斯利用了超级龙珠，凭空造出了黑悟空。大家开始夸赞悟空，没想到你还会动脑子啊！维斯告诉大家，悟空说对了，黑悟空就是用龙珠制造出来的孙悟空的复制品。特南克斯奇怪了，为什么是悟空叔叔的复制品呢？维斯说，因为前几天与悟空交手后，他对悟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然后扎马斯利用神龙获得了不死之身。大家有个疑问，扎马斯真的耐心等待了1年吗？比鲁斯猜测，扎马斯应该利用时间指环去了1年以后，为了夺取时间指环，扎马斯很可能谋害了老界王神。他们为了弄明白，再次去往了第10宇宙界王神那里。老界王神说，扎马斯一大早就出去了。比鲁斯问道，扎马斯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没有？老界王神告诉比鲁斯，他心底已经十分纯净了，与我多次沟通交流，学习了神的职责。而扎马斯正在门后偷听，面目狰狞。他推开门的一瞬间，突然变了一个面孔。大家惊讶地看着扎马斯。